这个地方是日本的神户乡下，也就是北区。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先公布这里的房价。可以看到，大部分是不到2000万的一个水平。按今天的汇率，就是人民币85万不到，台币400万不到。而我现在左边走的这个高台呢，它就是一个学校。我在这里生活了4年，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的人他几乎没有什么生活压力。东京、大阪我不敢说，至少是神户的乡下，他们几乎没什么生活压力。为什么我会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呢？给大家上2张图。这2张图不是我随便找的，是我们这里比较热门的2家店铺。当然，我不排除他们家里还有别的收入来源。但如果是我自己开店的话，我有这么一个生意，我肯定是从早上的9点开到下午的7点。不光是店铺的开业时间，就是日常和朋友的相处和聊天，我也能够感受得出来。之后我去采访了一个我台湾的朋友，我就是问他，以你现在这个薪水在台湾生活的话，压力大吗？因为他本人也是在日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我认为他说话呢是比较有话语权的。结果我得到的答案是，日本和台湾的薪资待遇是差不多的，至少在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个是差不多的，甚至日本更低。如果是没有什么特长的学生，就是日本的薪资是更低一点的。从日常的消费上面来说也是差不多的，各有优劣。但是又不光是他一个人这么说，就是我的好几个台湾的朋友都是说，在台湾的生活压力很大。那我能说这个是台湾人的凡尔赛吗？你们就没怎么吃过苦，所以你才觉得压力很大？其实一点都不大，肯定不能够简单的这么说。所以我又去咨询了其他的人，最后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如果不考虑买房子的话，其实还好。主要的一个压力来源是房价比较高。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日本的房价确实是被严重低估了的。国际上面房子的租售比通常是200到300倍，这个是健康的区间。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这个房子的租金是6万日元一个月，房子的售价在1200万到1800万以内，那么这个房子的价格就是健康的。但是你看，这个是一个卖价1800万房子的租金，这个租售比很显然是低于200倍的。但他租的这个价格是符合本地的市场的，它是房价卖的比较便宜。所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在日本的乡下生活之所以没有压力，就是因为房价是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简单的就说没有压力就是因为房子便宜，因为再怎么便宜，你买个像样一点的房子1500-600万还是要的，该买不起的呢还是买不起。所以它不光是因为房子便宜，它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房子的贷款政策。我们以这边的房子来举例，这一条街的房子普遍的一个价格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这边前面就有一个房子正好在出售，价格是1690万。如果是一个日本人要买这个房子，他向银行申请贷款还20年，在零首付的情况下，他每个月只用还7万4。这个利率是我计算的大多数人都能够拿到的一个利率，也就是说他月还人民币不到2500，台币不过11800，他就能够几乎毫无压力的搬进这个房子。关于日本银行贷款利率的介绍，我在我以前的节目里面有做过讲解，那么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所以如果你是个日本人的话，你有什么压力呢？是吧？你在你毕业的那一年拿20万的月薪的时候，你就能够买得起这样一个房子。甚至还有很多人他是想买更好一点的房子，对，他看不上这里的房子。这里又不得不提一下日本的薪资普遍的一个情况。日本是这样的，就是你刚刚毕业20岁的时候，在企业里面是拿20万，到了30岁的时候，你普遍是拿30万，到了40岁的时候，你普遍是拿40万。当然，到了50岁的时候，能不能拿到50万，那就再看了。所以有很多的日本的年轻人，他们毕业了是不着急买房子的，他先随便租一个公寓，等到工作个10来年，他直接去买更好更贵的房子。我前面说的是零首付的利率，如果他工作了10年，比如说他34岁的时候，然后他首付了10%，然后买了一套4000万的房子，首付10%就是400万嘛，那么他拿到的贷款利率更低，他月还不到16万。如果结婚了，夫妻俩都有工作的话，你觉得他买一个房子他有压力吗？而且我说的这个利率是相对保守的，
以前有很多人为了贬低日本就说日本人的生活呢是一眼能够看到头的。这个确实，就是他在不做任何的创业，在他2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知道他以后能够买得起车，买得起房子。所以这个才是日本人没有什么生活压力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我说的不是东京、大阪我说的就是日本神户，我住的这个地方，4000万的房价在这边几乎可以买到一个超大的房子，开车到市中心不到20分钟。可能有人想说就是你说这么半天，为什么你不拿中国大陆和日本做比较？因为我没有办法比较，我也不想比。因为中国国内有一部分人群，你不去和他比，他都要自己说杭州的乡下比这里环境要好，所以我干嘛要自讨没趣呢？我做对比，我是想要有一个理性的探讨，就是聊一下日本乡下这边地方的人为什么没有什么生活压力，并不是想要决出来一个输赢。那么最后我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他这个房子卖的便宜，只是他没有压力的一部分原因。最重要的是生活的可确定性。我在什么时候我能够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大概能够预料得到。还有就是生活的多样性。有人就说你住在乡下这个地方，它虽然房子便宜，但是生活很无聊，没什么玩的地方。这个就属于是对日本的乡下生活不了解。你住市区里面有很多娱乐的地方，我住乡下我也可以去市区里面玩我坐半个小时的公交就到了。而且乡下地方它也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就比如我现在要去的一个牧场餐厅。这个牧场餐厅也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就有很多住在市区里面甚至是大阪的，他们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开车带着家里人来这里玩的。在日本乡下生活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不去发掘它的话，它好像确实很无聊，但它就是有很多这种隐藏的小店小位置，甚至有很多的地方它连个名字都没有，但它就是风景特别的好。这个牧场餐厅它是一个真正的牧场，它是在这个牧场的里面开了一个餐厅，牧场主一家人都住在这里。这个就是他们家住的房子，在牧场里面不光是这一套里面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整片全都是牧场，是私人的。这个地方就挨着我住的乡下社区，并不远。骑自行车过来的话，大概是10几分钟，不到20分钟。整个里面非常的大，看到前面底下的房子了吗？那个就是我入口的位置。这些土地全都是私人的，就全都是他一家的。从最底下的路口走上来，走了非常长的一段距离。整个牧场的占地面积是85000平方米，是家族经营的独立牧场。牧场里面差不多养了50头的奶牛，除了固定的放牧时间，它都是开放的，就随便可以参观。除了餐厅吃饭要钱，来这里玩不需要收取任何的费用。这个就是奶牛的牛棚，我们去看一下。这些牧草也是牧场里面自己种的，还包括堆肥和沼气发电。牧场里面有一部分的电力来源是沼气发电。Hello， 除了养牛，牧场里面还养了一些羊在这边。牧场在定期还会举办活动，可以亲手体验去制作奶酪和黄油的过程，还有采摘香草制作香草精油的活动。前面这个就是牧场里面的餐厅，也可以在里面买的东西拿到外面来吃。那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环境是非常的好的。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比较热的话，我估计外面是会坐满人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牧场里面吃点东西。餐厅里面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空调开的是非常的足，我进来都有点冷。另一边是卖牧场里面的商品，就是这些奶酪饼干之类的。当然主要只是一个展示，他们另外有销售的渠道。
因为是牧场里面嘛，所以他们吃饭主要是以奶酪为主的。坐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院子里面的环境非常的棒，座位前面的窗户是可以完全打开的。一般在春天的时候就是全打开，然后更好的感受大自然。第一次看到奶酪。他在不停的给我做介绍，但是其实我已经很饿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说。上面还讲的是什么？非常特别的一份餐，就是全奶酪的。右上角的蔬菜也是牧场里面自己种的，包括中间的果酱也是。好吃，这个奶酪好臭的一股臭味，但是好吃，但就是好吃。他刚才跟我说，如果是奶酪的话就直接吃，如果是搭配果酱的话，就是葡萄干和核桃一起。这个奶酪我一口吃下去，它是比较苦的。它奶味很足，但它有一点点苦。这个也是臭的，就这个也是臭的，但是也是很好吃，就特别臭。它并不说它是坏掉了的臭味，它是本来就这个味，但是吃起来其实还是蛮好吃的。这个就不是沙拉，这个就是酱油加橄榄油，然后拌在这个菜里面。然后刚才的店员跟我说，就还要撒一点盐上面，幸好我没有听他的，就是已经味道很重了。这个菜就是感觉非常的新鲜，就你吃的时候是可以吃到蔬菜里面的香味的。它这个咖啡是直接混的豆子，就是日本的咖啡啊。就日本有很多咖啡它不是单品豆，他们都是咖啡是自己混的，但他们混的这个手法很好，就调出来那个咖啡味道就挺不错的。所以并不是说是一定要喝单品豆。这个挺好吃，这个是像酸奶，像酸奶。它真是酸奶，我搞错了，我以为是奶酪，它真是酸奶。但这个很好吃。原本不打算吃冰淇淋的，但是最后既然来都来了嘛，那既然来都来了，就把它所有的产品都吃一遍。好吃。就它给我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店里这边还有后院，其实也是可以做的，但是现在是夏天，它就锁上了。好，那这就是我刚才吃的酸奶，真好吃啊！这个酸奶。这是创办者吗？这两个是创办者。这边是牧场的工坊，因为是家族式的，所以它的规模并不大。那么大家知道像这样一个牧场整个买下来要花多少钱吗？根据以往的成交案例，就是像这种带有观光功能的牧场，6万平到10万平的牧场，挂牌价格通常在1.6亿到3.2亿之间。而且根据日本的法律，农场主是可以在自己的牧场里面盖房子住的，比如说前面的这一个，还有这个牧场门口的也是。原则上只能够自己住，或者是给牧场里面工作的员工住，不可以盖房子拿出去出售或者是出租，这个是不允许的。以前有一个75000平带150头神户牛的牧场打包出售2.2亿，所以听了是不是很心动呢？你看它这个牧场也并不偏远，
他出去了就是这边的社区。整个牧场买下来之后，生活来源解决了，房子也解决了。事实上，日本也是有很多的牧场，因为找不到接班人，然后就卖掉了。要买下牧场，只需要你每年有150天从事农业劳动就可以了。牧场不能够完全空闲下来作为庄园，但是总体来说，它的那个条件还是非常的宽松的。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连续有外国人买下来北海道那边的牧场，并不说这些牧场的生意不好或者是难以为继，通常都是牧场主的年纪大了，然后没有继承人。而且很多牧场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刚刚那个，你看我转过来就这么一会儿，这边就是生活区的房子了。这边有超市、有便利店、有车站，并不是说离市区就很远。从这边的社区坐车到神户的市中心3公，半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那么这个时间还会再缩短。当然你不可能不买车是吧？你做农场。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觉得日本人他没什么生活压力呢？就比如说我住在这里，我会到刚刚那个牧场里面去打工，而且事实上他刚刚就贴着招人的告示了，月给是25万包住宿，一日三餐也是牧场里面负责的，也就是说25万你没有其他的开销，而且门槛极低，它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还有技术工人，技术工人的月给是35万。可能有人会说，那你说的不对呀，你前面说了呀，刚刚毕业的学生1个月才赚20万呢。这也是日本的一个现状，就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他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即便他在牧场里面赚的更多，或者他考一个技术员之后他可以拿35万，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来。我在丹路岛的那一期节目，就是前面的2期节目，我说过，就是船只的维修员月薪已经给到了60万了，都没有人去。所以日本现在真的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那种就是肯拼肯干，就不是以前那种玩了命的加班的那种时代了。好，然后看到这里还没有走的网友呢，我们再来聊一下住在日本的乡下会不会被人排挤，这也是很多的网友希望我讲的一个话题。我就用我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讲解吧，直接说有或者没有的话都不太有说服力，是吧？就我家是带院子的一户建，然后院子里面有一棵树，就是这一棵，它长太大了，就长到邻居家里去了。就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就贴近了邻居家里的窗户。当然这个我并没有注意啊，也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买带院子的房子嘛，所以大家也不要怪我没有考虑到。总之就是这个树呢，肯定是对邻居家造成的困扰嘛。但是我的邻居呢，他并没有直接来找我，他就通过一个和我比较熟一点的邻居，就是另外一个，然后一起来敲我的门。然后他们还没有直接说是树的问题，他就先说了一些别的事情，就无关紧要的，然后再说你家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树，希望你能够修剪一下。那他这么一说，我肯定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嘛，我就马上说不好意思，我明天一大早上就来修剪。结果对方还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就这个事情是怎么说呢？就是明明是我的错，然后邻居呢为了避免让我心里不痛快，他就专门找了一个跟我比较熟的，然后再来委婉的表达，然后最后还要说我给你添麻烦了。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排挤呢？邻居之间是非常和谐的，就是素质很高，就是你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你就很难去和邻居不愉快。这就是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夏天嘛，它那个树长得比较快，所以之后我准备是去买点乌龙茶或者是咖啡豆，然后给邻居送过去，就是表示一下。就是在这种乡下生活啊，它没有你想的什么恶意啊，还有什么那些其他的，所谓的排挤就更不存在了，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你，他跟你都不熟，他怎么排挤你呢？当然我也不是说完全一次矛盾都没有，也有过一次，就是和一个邻居然后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就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他就是讨厌中国人，我也没有惹他，也没有怎么样，反正他就是不喜欢你嘛。然后他就跟你说话的时候就是很不客气的，就是在一次早上丢垃圾的时候，他看到我，他就说这里住的中国人要是多了呀，治安会变差。大家懂吧？就是他那个语言就是很不客气了。然后当时有另外的一个邻居就听到了，然后走远了之后呢，另外的那个邻居就跟我说，请你不要放在心上。然后我就说没关系，
最后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呢？其实后来我和他成了朋友，就是和那个对我不客气的。我这个人就比较大度嘛，然后我就觉得和邻居的关系要处好一点。然后我就看他总是在他家的那个机车旁边抽烟。对，就是他是飞车族，就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飞车族，就是骑那种摩托车，然后背后插一个旗子，上面写着天下无敌的那种。然后我就看他经常是靠他家那个机车上面抽烟嘛，我就买了2包我们中国武汉的那个黄鹤楼的香烟。然后有一次我看他在抽烟的时候，我就递给他，我就说这个是我老家的香烟，我估计你没有抽过，你来试一试。然后一下就弄得他不好意思了。然后我又投其所好，就问他，你这个摩托车挺好看的，怎么的。因为我并不是真的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反感，而且人与人的之间的这个歧视一旦打破了，他反而会向更好的关系去发展。所以最后我就一下子和他成了朋友。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你被人排挤或者是歧视，很有可能是你不会做人，又不是有什么仇怨，有什么是化解不开的呢？是吧？就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嘛。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住了4年，就这种不愉快，有且只发生了这么1次，就基本上他们的素质都非常的高，很好相处。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看的，请记得点赞、关注、收藏。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